终于到家了。哎，你别乱动，这样会扯到你伤口的。这样我才不会乱动扯到伤口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。我在悬崖上的时候，依稀隐约看到了一条龙，你有看到吗？那是我的龙。啊？所以这条龙是你的宝宝啊？就跟南星和他的章鱼那样？对啊。你的宝宝比你可爱多了。你养的，脾气和你一样难搞。所以他平时住在哪儿啊？住在深山老林里面。毕竟他是异类嘛，远离人群也更安全，也会更自在一点。就那个男孩子好孤僻的，平时看到人啊都不笑的，还不打招呼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啊会发疯的。其实，我很开心和你成为伙伴。伙伴？只是伙伴吗？这几个月真的挺特别的，各种极限逃生，甚至还进入到你的梦里。外托老师调查过这些梦了。落日森林里面有一种蕨类的植物，当雾气的湿度超过90%的时候，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分子。所有吸入这些特殊分子的人，都会被它入侵大脑中负责记忆和幻想的区域。所以我们的梦就连接在一起了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们共享了彼此的潜意识。潜意识的话，那梦里面经历的，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记忆了。你爸妈出事那一天，你看到了凶手的背影，你也知道他是特殊管理区的人。对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他的身份，但始终没有他的线索。等我们集齐碎片，我陪你去找杀害你爸妈的凶手。但那天的记忆因为你的出现重构了。老师，我本来是想告诉你，之前培养的时候拿错了，给你的那个只是普通的维生素。但如果你确定你有了新的情绪体验，只可能是你突然拥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感知能力。知道了。
在那种柔软的人脸上看到过。我曾认为这不过是软弱的标志，直到这个人的出现，我开始嫉妒他的眼泪，他的坚决。也许是他的病毒进入我的体内的时候，把他的健全一并带给了我，然后可以成为幸福的奇迹发生了。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本能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找到了，幸好没弄丢，我用 AI 画了好久呢。这个人，我昨天在你家附近见过。别乱动。谢谢你，大哥哥。爸爸总不愿意带我来这里，你帮我实现了来看妈妈的愿望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以后我就不怕抽血了，至少1个月不怕抽血。导演！导演！原来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脑补。我不想死了，你要去哪儿？带着我一起呗。在我们小队我是最强的，他们都喊我 Max， 我一定可以帮到你的。不要，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旭哥，我一定会和你顶峰相见的。可是，在我为你铺好所有的道路之后，你却亲手杀死那个曾经充满理想的你，毁掉了我所有的期待。既然你已经不是那个曾经的你了，那就去死吧！给你的那个只是普通的维生素，但如果你确定你有了新的情绪体验，只可能是你突然拥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感知能力。知道了。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
本能的反应是什么？找到了，幸好没弄丢，我用 AI 画了好久呢。听说你们要买那块碎片，你随便开价。刚刚听说你们是特殊管理局的人，那追踪手段一定很不错吧？我有个朋友，他老婆……你老婆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他有点耳背。你继续说，你朋友他老婆怎么了？好了，咱们也收拾下东西，走吧。谢监狱，坐到椅子上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审判你了。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当一个武器，损耗了就报废掉，免得祸害其他人。所以你也是这么看待丽香的，是吗？她只是你培养的武器，是你需要时候的血包，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恋人，不可能成为你的妻子，是吗？是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我去拿药箱。